37分成，怎么才10万？店铺和本金都是人家的，人家说我就出个力。出个力？谁不知道你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？爸妈和苏婉神情都带着愤怒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！不行，咱就换一家，以你的厨艺。妈，我有点累，先洗洗睡了。哎，我妈还想说什么，被我爸拦住。行了，小杨心里有数。我回到自己屋子，妻子苏婉跟上来。阿阳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有什么不方便跟爸妈说，可以跟我说说。我没事儿，你别担心。行，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换一家。总之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谢，只是答应给你的车。没事儿，明年再换也没事儿。骑了那么多年电动车，都习惯了。我保证，明年一定让你提上新车。我相信你。食材、员工、开业，时间太短，要忙活的事太多了。其他的都好说，可初9开业，大过年的，上哪去招服务员？年底的菜场格外热闹，我找到熟悉的食材商贩刘大壮。刘大壮每天给张浩餐厅送菜，对我的处境一清二楚。那张浩就是个周扒皮，杨哥你早就该单干了。这一年你这么照顾我生意，我肯定给你最低价。谢了。搞定了食材供应，我正想着去哪儿招服务员，张浩餐厅的服务员孙宇迎面走来。杨哥，好巧，正好有件事想跟你说一声，我年后不想干了，麻烦帮我跟张老板说一声，拿一份工资干2个人的活，太累了，我实在撑不住了。我心头一喜，孙宇是熟人，他是勤快，用起来也方便。要不你来跟我干吧。孙宇明显愣了下，我连忙解释，我把对面的老王餐馆盘下来，打算单干了。你要是过来，每月工资加1000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杨哥。小周也不想干了，要不我拉他一起吧？行，那就这样。采购和员工暂时搞定了，剩下就是开业的事儿了。里里外外得打扫一下，门牌也得换新的，还有开业花篮、鞭炮。就在我思索时，张浩电话打了过来。小杨啊，在哪儿呢？今天我们家聚餐，叫上叔叔阿姨和小婉一起来坐坐。好的，浩哥。小杨，快，就等你们了！叔叔阿姨，小婉，赶紧进来。浩哥，叔叔阿姨。菲菲，这就是我发小陈阳，我餐厅的厨子。啊，嫂子好。小杨，来，赶紧坐。小杨啊，这一年多亏你了，叔叔谢谢你。谢谢叔叔。张浩他爸举起酒杯，红光满面。叔叔知道，小浩今年赚了200万，只分你10万，你心里难免会不平衡。但有些就是命，有人天生就有当老板的命，有人永远只是打工的命。没办法，得学会接受。爸妈和小婉脸色立马难看起来。张浩连忙扯开话题：“爸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来，咱们再喝一个，明年好好干，利润争取翻一翻，到时候我给你涨工资。”多谢浩哥。客气，咱俩谁跟谁？我春节应酬多，店里就交给你啊。吴总说了，只要开班宴让他满意，他公司就把公司的员工餐就交给我们，这可是长期生意啊。初八必须把所有食材准备好，绝对不能有任何问题。浩哥放心，我明白。初八准备食材，你找乡下大妈准备去吧，跟我没关系了。靠谱。知道吗？我听说有人拍下对面老王的餐馆要开饭店，
我内心轻微咯噔一下，平静道：“是吗？”千真万确，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傻子，都不打听打听吗？整条街的餐厅都被咱们按趴下，他竟然还敢开在咱们对面，简直自取其辱！张浩笑容尽是嘲讽和轻蔑，却不知道他口中的傻子就是我。晚上回到家，苏婉进了卧室，再也忍不住替我鸣不平。当着爸妈的面，我没好意思说。张浩他爸说话也太难听了，什么叫打工的命？要是没有你，我明明不想跟他干了。你看，我抬头，平静打断。我支持你。那我明天去把工作辞了。你厨艺那么好，没必要耗在他身上。咱们重新找。第二天，我去图文店订门牌和开业花篮。陈先生，您放心，初9之前门牌一定给您换好。行，记得蒙上红布。我要在初9当天接盘。没问题。我刚走出图文店，一辆崭新的大奔迎面驶，打开车窗，林菲菲开车，张浩副驾。小杨，干什么呢？打点材料，浩哥。你这是？试车。你嫂子想买辆车，带她来试试。张浩神情炫耀，却忘了我媳妇儿也想提车，却因为他黑了分成，大冬天的只能继续骑电动车。你忙，我先走了。张浩脸上洋溢着幸福而得意的神情，升上车窗离开。看着离开的大奔，我发誓迟早要给小婉提一辆。一个打工的，跟他打什么招呼？耽误我试车。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手机突然震动，张浩的消息弹出：小杨，你嫂子买车差点钱，你那10万先转过来，给我应个急。看着张浩的消息，我心中冷笑，黑我分成给女朋友买豪车也就算了，还惦记我这10来万。我无视信息，可接着手机响起，是张浩打来的，我直接挂断。喂，张浩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借钱周转，给你发消息没有回，打电话也没有接。不用理他。行，那他再打我就说钱已经被花了。晚上我回到家，爸妈正坐在沙发上。听说你不想跟张浩干了，我和你妈特地托关系找了几个去处，你看看有没有你想去的。妈拿出一张纸，上面写了好几家餐馆酒店的情况和待遇。爸妈，本想过段时间稳定了再跟你们说的，其实盘下张浩对面餐馆的是我准备单干。什么？单干？爸妈有些意外，单干风险太大，万一亏了。妈有些担心，咱儿子的手艺能帮张浩赚钱，怎么会亏？小杨，爸支持你，这卡里有5万块钱，你先拿着。爸，我不能要，我拿着。餐馆刚起步，要用钱的地方多，爸没本事，帮不了你，只有这点心意了。谢谢爸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加倍还你。傻孩子，一家人，什么还不还的？我早看出来了，张浩他爸那句打工的命，不仅刺痛了苏婉，也刺痛了爸妈。只是爸妈一直忍着。爸，您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一定让您也扬眉吐气。年后，我带着孙宇和被他拉来的周明，把餐馆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。原本落灰的餐馆已经焕然一新，陈阳家常菜的门牌已经换上了新的，只是用红布蒙住，以免被张浩发现。杨哥，咱们初9开业，要不要找些朋友来暖场？陈师傅，初9餐厅有位置吗？京城甲方老板带队来考察，嘴刁得很，估计只有您的厨艺能搞定他，想在您那儿订2桌。韩总，初9没问题，只是我已经从浩哥那儿离开，在他对门开了个新餐馆。您要是不嫌弃我地方小，我给您打折。只有2桌人，小点没问题，只要干净就行。我只认您的厨艺。您放心，保证干净。那咱初9见。正好有暖场的了，开业第一天必须好好准备。明白，浩哥。小杨，我约了几个朋友在皇冠娱乐城唱歌，一起来坐坐。好的，浩哥。我挂了电话，孙宇忍不住问道：“杨哥，你还没告诉张浩？以他的脾气，
要是知道我单干，肯定会想办法阻止。初九直接给他个惊喜。孙宇和周明眼前一亮，我知道他们同样被张浩压榨了1年，也想看看初九当天张浩突然发现我单干时的表情。浩哥牛逼，80万的奔驰，说买就买。菲菲喜欢，我随手就买了。浩哥会赚钱还会疼人，嫂子真是好福气啊！是啊是啊。小杨，你终于来了，快，赶紧坐。浩哥，这谁啊？我餐馆的厨师陈阳，酒量好，今天他替我喝。我心中不是滋味，张浩却没有丝毫察觉，嬉皮笑脸靠过来。最近应酬太多，我今天真喝不下了，你帮我打一下。我以为他是真心想请我放松一下呢，没想到。好的，浩哥。来，兄弟，既然浩哥说了，我敬你。谢谢。兄弟，这种场合，浩哥能叫你是看得起你，你以后可得好好表现。来，咱俩喝一个。好。谢谢浩哥。小杨，我生意越做越大，应酬也越来越多，最近店里就全靠你了。尤其是明天的开班宴，吴总的长期订餐必须拿下。浩哥放心。好兄弟，我就不送你了。浩哥。张浩转身搂着林菲菲上车，疾驰而去，将我一人扔在冷风里。我看着张浩远去的车子，冷笑：开班宴，长期订单，找乡下大妈替你拿吧，我不伺候了。一个厨师而已，跟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真把他当兄弟了？你懂什么？这种一人能当几个人用的廉价劳动力，不想办法拴住了，万一跑了怎么办？开业当天，餐馆门口摆着花篮，红布也被扯下，露出上面的门牌，鞭炮正在噼里啪啦的响着。屋内，韩总陪着甲方的秦总团队吃得热火朝天。秦总，这菜怎么样？好样的，不输京城的大厨，韩总有心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各位吃好喝好，我敬秦总。来，让一让。孙宇和周明也忙得不亦乐乎，总之相当红火。而对面，吴总带着2大8员工，满脸期待地赶来，迎接他们的只有张浩餐厅景帝的大门。吴总，这餐馆怎么没开门啊？妈的，张浩这小子什么意思？我年前订的开班宴，他今天竟然连门都不开。此刻，张浩还在跟狐朋狗友喝酒，享受着对方的恭维。浩哥，今年赚钱记得带带兄弟啊！是啊，兄弟们都想跟着浩哥起飞呢。好说好说，没问题。别说了，是吴总。直到吴总的一通电话，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。吴总，您放心，一切我都安排好了，保证。安排个屁！吴总的怒吼响彻包厢。老子上百号员工都到了，你餐厅连门都没开。什么？没开门？吴总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已经吩咐陈阳了，怎么会？陈阳，你是说你们对面的陈阳家常菜？什么陈阳家常菜？吴总，您在说什么？你自己看。吴总挂断，发了张照片过来。陈阳家常菜门口摆着花篮，红布也被扯下，露出上面的门牌，鞭炮碎屑满地。我正带着孙宇、周明正门口揽客，笑容满面。张浩瞬间如遭雷击。什么？
什么？林菲菲凑过来。陈阳那臭屌丝真单干了，他怎么敢？浩，张浩立马冲出包厢，林菲菲紧跟。张浩那些朋友神情怪异，窃窃私语。一个厨师而已，他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你懂什么？张浩的餐馆能起来，全靠那厨师。两人合伙说好了3-7分成，可他去年净赚200万，只分了人家10万，10万，这也太抠了，谁受得了啊？张浩急匆匆赶来时，我正在门口揽客，看着座无虚席的陈阳家常菜。张浩脸色煞白，怒气冲冲扯过我衣领。什么意思？老子把你当兄弟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浩哥，我平静扯开他的手。你把我当兄弟，3-7分成就分我10万，不就是少分了你点钱吗？张浩恼羞成怒。你不满意可以说，为什么？我没说吗？可你说店面是你的，要我知足，所以我自己盘了个店面，有问题吗？你……张浩还想说什么？吴总怒气冲冲地冲过来，甩手给了张浩一巴掌。张浩，老子上100号员工都等着呢，你他妈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旁边，吴总的上100号员工怒视张浩。张浩畏惧，连忙往我身上甩锅。吴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也是被这家伙坑了。他不等我开口，旁边的孙宇和周明便上前。呸！当年有大饭店出年薪30万让杨哥去掌勺，你把人忽悠过来合伙开饭店，说好3-7分成的，最后赚了200万，只分人家10万。杨哥没跟你闹，已经是仁义了。没错，吴总，张浩餐厅之所以味道好，全是因为杨哥掌勺。想吃之前的味道，得来咱们这儿。吴总看了眼陈阳家常菜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。张浩慌了，你给我闭嘴！吴总，您别听他胡说，那厨艺也就一般，全靠我收留。没想到……吴总一把推开张浩，走到我跟前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吃了那么久，厨艺怎么样？我能不知道？老子什么大饭店没吃过？要不是冲着厨艺，我会来你这小破餐厅。陈师傅是吧？今天是我的开班宴，员工都到了，您看能不能辛苦一下，给我们整几桌？张浩脸色更加苍白，我心头狂喜，知道张浩餐厅今天开不了门，我早就有了将吴总开班宴抢过来的打算。毕竟长期的员工餐，谁不想要？我略带为难道？吴总，我这餐馆太小，坐不下这么多人，您看能接受坐外面吗？我给您打9折。南方初九，暖阳高照，温度刚合适，吴总欣然接受。当然，哈哈哈哈哈！好嘞！我连忙吩咐孙宇和周明把备用桌子都架起来，在外面摆好。吴总也赶紧招呼公司的员工们都找地方坐下，我们几个也赶紧给他们倒水上菜。我转身回到厨房，行云流水的点火起锅包油，操作起昨天准备好的食材，全程没有一丝停顿。这顿饭吴总吃得很开心。爸妈听说我今天生意火爆，也急匆匆赶来帮忙。我怕他们累着，就安排他们去路口帮忙发传单。事后我不出所料，拿下了吴总公司的员工餐业务。陈师傅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公司员工餐业务就交给你了。吴总放心，我一定用最新鲜的食材，绝不辜负您的信任。看着吴总的大巴离开，我心中欣喜不已。有了吴总的长期业务，我的餐馆便算正式立足了。对面的张浩看着这一切，脸色阴沉的似乎要滴出水来。见吴总离开，他走出来，咬牙切齿地瞪着我。陈阳，你别得意，我只是一时大意被你坑了。我餐厅档次高，环境佳，服务好，随便请个厨师，生意立马就能继续火爆起来。到时候你就等着关门吧。当天下午，张浩餐厅门口便贴出了招聘启事，高薪招聘厨师。我毫不在乎。晚上回到家，我迫不及待地跟苏婉报喜。听完今天的事情，苏婉满脸激动。今天开业净利润将近1万，
这么多！韩总、吴总捧场，里里外外都坐满了，吸引了不少新顾客。我跟苏婉解释，以后大概率赚不了那么多，不过保守估计1天2、3千应该没有问题。小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赚到钱，把车给你提了。阿阳，提车的事儿不着急，如今餐馆刚起步，用钱的地方多，先存着以防万一，等宽裕了，咱们再提车。我心里一阵感动，暗暗发誓，一定让她过上比林菲菲更好的生活。怎么回事儿？心不在焉的，不就是被陈阳背刺了一下吗？难道你的餐馆还真会倒闭不成？面对林菲菲的抱怨，张浩立马挤出笑容。当然不会，你放心，顾客认的都是我的环境和服务。等这2天招个好厨师，用不了多久，肯定让陈阳关门。那就行。总之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，年底买别墅，否则别怪我跟你分手。放心吧，肯定没问题。然而，大厨看不上张浩的小餐厅，普通厨师又达不到张浩的要求，不得已，张浩一路将底薪提升到2万，才招到一个令他满意的厨师，叫李火根。据说是5星大酒店跳槽出来的大厨，考核时给张浩露了几手，张浩十分满意，当即拍板让他掌勺。李师傅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咱们今天就上班。没问题，张老板。大厨痛快答应，张浩立马吩咐起来：“你现在就去把菜买了，咱们中午就开工。”李火根闻言，脸色立马沉下来：“我去买菜。”张浩见李火根面露不满，立马将 PUA 我的那一套拿了出来。李师傅，咱们这毕竟是小餐厅，不比大饭店，人员简单，您辛苦一下，等生意起来，我给您发奖金怎么样？李火根看了眼厨房，皱眉：“人员简单，那是不是切菜配菜也都是我？”张浩陪着笑脸：“李师傅一看就是聪明的，聪明个屁！那么多活全是我一个人，你把老子当驴使唤呢？”李火根扯下围裙，人到灶台便要离开，张浩慌了：“李师傅，别走啊！之前都是一个人。”那你让之前的人来呗。我，要么你把人给我配齐了，要么你爱找谁找谁去。李火根根本不吃张浩那一套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张浩好不容易招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厨师，当然不能放跑了，只能硬着头皮拉住李火根：“李师傅，你消消气儿，我配，我一定尽快把人给你招齐。但是这2天，您先顶一下行吗？”“可以，但得把那几个岗位的工资补给我。”“好。”张浩只能咬着牙应下。买菜、切菜、配菜至少1人5000，加上2万的主厨，张浩满脸肉疼。搞定了李火根，张浩的餐馆终于又开了起来。靠着去年积累的名气，加上许多人并不知道我这个主厨单干的消息，开工后餐馆生意还算不错，张浩得意不已。陈阳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将你那小破餐厅生意抢光，让你关门大吉。老赵，你这么大个老板，请我们吃饭，竟然来这种小地方，也太抠了吧。陆总，您别看这餐厅一般，但那厨师的手艺堪称一绝，绝对不输你们京城大厨。来，陆总，各位尝尝看，绝对唇齿留香。怎么了？一般啊，老赵似乎没你说的那么好啊。不能吧？不信你尝尝。老板，老板，这位先生，您有什么吩咐？你们主厨怎么回事？我特地带贵客过来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他给我掉链子。张浩面露惊慌，可能是厨师今天状态不佳，您稍等，我这就让他重炒。就在张浩慌张解释时，又一个顾客进门，却被同伴叫走。怎么还来这家？他们家主厨单干了，在对面开了新餐馆，想吃之前的味道得去对面。真假的？骗
你干什么？走走走。顾客一顿时怒了。好啊，说什么状态不佳，原来是主厨换了。我说味道怎么不对呢？还想骗我？抱歉，陆总，咱们去对面，保证让你满意。张浩不甘心，还想阻拦，这位先生，推开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我们的新厨师做的肯定比对面好。其他顾客得知真相，滚开！也纷纷扔掉筷子。我说最近的菜怎么不对劲儿？老板也是骗我说主厨身体不舒服，骗子！不吃了，去对面。对，去对面。起身离开。你们别走啊！张浩慌了，没多久，顾客便走光了，只留下恼羞成怒的张浩，气冲冲冲到后厨。李火根，你怎么回事？什么破厨艺，根本留不住客人！你这是做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李火根这些天早被张浩各种挑刺整得不耐烦，直接把手里的锅一扔。张浩，1个月2万，你还指望请国宴大厨吗？2万少吗？之前的主厨1个月才8000，还那你把他叫回来啊！张浩语塞，李火根冷笑鄙夷。我都听说了，之前的陈师傅主厨兼买菜、切菜、配菜全给你包了，你1个月给人8000多，这点钱你是怎么有脸给的？老子不伺候了！李火根扯下围裙，你这种老板，餐馆迟早倒闭吧！哼！扔在灶台上，张浩气得脸色铁青。服务员急匆匆跑进来，老板，又来了几个客人，已经点好菜了。这李师傅走了，菜谁炒啊？我自己炒，我就不信了，没了他李火根，我这餐馆还不赚了？张浩气鼓鼓点火，起锅倒油，可没控制好火候，油下锅的瞬间，火苗直接窜了起来，吓得他和服务员连连后退，厨房一片狼藉。服务员连连后退。经过那天的事儿，不少熟客都知道我在对面单干的事儿。我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加上张浩重新招厨师又耽误了好几天，等新厨师入职后，早就被熟客抛弃，餐厅生意一落千丈。对于这些，我早有预料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张浩却坐不住了，沉着脸冲进我的餐馆。陈阳，我1个月给你3万，你把餐馆关了，继续跟我干。看着张浩那张希望我回去却又拉不下脸的表情，我面色平静。浩哥，我开业半个月，净利润3万，而且不用看人脸色等人分钱，这么好店，为什么要关了当牛做马去拿你那3万？而且我这店的收入是实打实拿到手的，你那3万谁知道会不会再变成8000？力有不成，张浩双手一拍桌子，开始道德绑架。钱，陈阳，我们这么多年兄弟，你眼里就只有钱吗？没等我开口，听到动静的孙宇和周明就走过来，冷笑。哼，你眼里没有钱，赚了200万就分杨哥10万。之前杨哥任劳任怨，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，他不知道珍惜。现在招了几个人，干不好杨哥一个人的活，又开始来 PUA 杨哥，真不要脸！二人边说边将张浩往外推，张浩被推出门，恼羞成怒。陈阳，你别得意，开餐馆没那么简单，你只是因为刚开业，顾客图个新鲜，等新鲜劲儿过去，肯定会像之前的餐馆一样被我击垮。等新鲜劲儿过去，肯定会像之前的餐馆一样被我击垮。随时放马过来。我转身回去收拾餐厅，懒得理他。你等着。张浩心里清楚，比厨艺拼不过我，便打价格战，所有菜品7折，还有各种叠加难减，同时在网上各种投流宣传。不少对口味要求不高的客户被他吸引，张浩生意逐渐再度火爆起来，而我的客流量比之前少了30%。看着我的餐馆，张浩神情得意。陈阳，我去年赚了那么多，有的是钱陪你耗到关。看着张浩餐厅再次爆火，孙宇面露担心。杨哥，张浩的餐厅竟然起死回生了，咱们会不会……我毫不在乎，餐饮的利润就那么点儿，我们这边人气虽然差了点儿，
但每一盘菜都有得赚，加上吴总的员工餐，稳赚不赔。张浩那边绝对是亏本赚人气，看谁耗得过谁。一切跟我预计的差不多。张浩的餐馆看着火爆，但扣除成本和投流，每天都得烧掉好几千。而我的餐馆虽然没那么火爆，但每天都有小几千的利润。2、3个月下来，我逐渐站稳脚跟，利润稳步上升。张浩已经快支撑不住。张浩，你什么意思？说好的给我买包的，这都拖几天了，再拖下去，新款都过时了。菲菲，最近餐馆收益不太好，你看能不能再缓几天？我保证。你保证多少回了，张浩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再不买，咱们就分手。张浩看着离开的林菲菲，再看亏掉的数字，为了压缩成本，只能在歪路上越走越远。大壮，你那儿还有没有价格更低的食材？张老板，你那食材近2个月已经降了好几档了，再便宜的食材安全根本无法保证，容易出事儿，我可不敢卖。刘大壮挂了电话，张浩转头找了更便宜的供货渠道，对方拍着胸脯跟张浩保证，绝对吃不死人。怎么全是臭的？确定吃不死人吗？放心吧，张老板，好多餐厅都在用，保证吃不死人。我再送您点科技，保证做出来之后香得很。行。靠着低价的新供应商，张浩在生意火爆的同时，也开始盈利，逐渐再次意气风发起来。刘大壮给我送货时聊到此事，满脸鄙夷。杨哥，知道吗？张浩把供货商换成了老贾，那老东西的货堪比阿三，迟早得出事儿。刘大壮说的没错，没多久，张浩的报应就来了。那天我去张浩餐厅隔壁超市买东西，偶遇张浩他爸带着几个朋友来吃饭，他还不知道我单干，看到我脸上洋溢着虚伪的笑容。各位，这就是我儿子餐馆的厨师，手艺好得很。小杨啊，这几位可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过会儿你好好给各位叔叔露几手，千万别丢了小浩的脸。这时，张浩餐厅传来激烈的咒骂声：“老子就是吃了你们餐馆的菜，食物中毒的，你们今天必须赔偿！”就是赔钱！怎么回事？张振国急匆匆上前，他的朋友紧跟，我也跟了上去。果然出事了。餐馆内，一个顾客掀翻了一张桌子，吓得不少顾客纷纷起身后退。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大家都过来看看，我昨天就是吃了他们的菜，差点食物中毒死在医院。张振国的朋友忍不住看向张振国，面露异色。张振国面露尴尬，连忙解释：“不可能，我儿子的餐馆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，绝对不可能出问题。”张振国看到我，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扯住我衣领：“是他是餐馆的厨师，采购都是他负责的，肯定是他动了手脚。”张振国怒不可遏，铁了心要把他儿子的黑锅甩在我身上。陈阳，小浩去年只分你10万，你不满意可以说出来，为什么要用这种下作手段坑小浩？他可是你兄弟。我平静扯开张振国的手。张叔，我从年后就已经单干了，你儿子用劣质食材赚黑心钱的锅，我不背。我指了指对面的餐馆，张振国看到陈阳家常菜的招牌，脸色顿时煞白，却依旧咬牙怒吼：“小浩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单干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”良心？你先管好自己儿子，再来说教我吧。我转身离开，张振国还想说什么，执法队的车已经到了，几个执法员下车，直冲后厨。有人举报这家店使用不合格食材，我们突击检查，所有人让开，把冰箱打开。什么？不知情的张浩正搂着林菲菲，在娱乐城跟狐朋狗友鬼混，炫耀着自己东山再起的壮举。浩哥真是厉害，
面对陈阳的背刺，生意竟依旧火爆，真是厉害。陈阳那傻子又不是给自己大妈吃的东西，干嘛用那么好的食材？纯粹是脑子有病。张浩满脸得意忘形的醉意。过期食材怎么了？我随便加点科技，味道直接吊打他那些新鲜食材。那汤我就随便用粉勾兑一下，效果分分钟碾压他起早贪黑现熬的高汤。就在张浩大肆炫耀自己的成功秘籍时，员工惊恐的电话打了过来。老板，有顾客食物中毒报警了，执法队突击检查后厨，你快回来吧！张浩炫耀的神情瞬间凝固。张浩急匆匆赶回来，看到张振国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浩，你跟爸说实话，你的食材到底有没有问题？张浩还没来得及掩盖真相，执法员便提着许多瓶瓶罐罐走了出来。张浩是吧？经检查，你的餐馆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问题，同时查出大量非法的食品添加剂，需要查封整改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张浩脸色瞬间惨白，嘴唇打着哆嗦。怎么会这样？老贾不是说没问题吗？执法员押着张浩离开，周围顾客指指点点。这黑心老板为了赚钱也太没底线了！果然便宜没好货。张振国，你这个混蛋！张振国的几个朋友也满脸鄙夷，天天跟我们炫耀他儿子怎么厉害，原来是赚的黑心钱。这饭我们可不敢吃，怕被毒死。这些人天天听张振国炫耀他儿子，眼红的要死。现在见张浩出事儿，一个个都忍不住幸灾乐祸起来。张振国老脸挂不住，全身一僵，当场心脏病发作，被救护车拖走。晚上回到家，我跟家里说了这事儿，爸妈和小婉都是一阵唏嘘。张浩这小子啊，从小就聪明，但是小聪明太多。是啊，一不小心就染上了邪魔外道的手段，你可不能学他。苏婉连忙开口：“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看好阿阳的。”好，妈知道这辈子能娶到你是小杨的福气，妈不求你们大富大贵，只要过得幸福安稳就好。看着温馨的一家，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赚钱，让爸妈和苏婉都过上好日子。张浩交了好大一笔罚款，并承诺限期整改，这才被执法出来。出来后便急匆匆赶往医院。此刻的张振国刚苏醒不久，看到张浩，气得大骂：“混账东西，竟然干出这种事儿来！我张振国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”张浩他妈李娟也是满脸恨铁不成钢。小浩啊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？还被你爸老熟人逮个正着，你让我和你爸还怎么见人啊？还不都怪陈阳，要不是他背着我单干，我也不至于为了压缩成本铤而走险。张振国和李娟闻言也纷纷咒骂起我。陈阳这小崽子从小看着老实，没想到一肚子坏水。小浩对他这么好，他竟然背着小浩单干，真是看错他了。没错，我儿子被他害惨了，你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想办法击垮陈阳，东山再起。张浩立志东山再起，然而因为食物中毒事件，他在整条街的名声已经臭了。即便整顿后重新开业，继续降价，也无人光顾。而我因为用料扎实，厨艺又好，生意越来越火爆。张浩，你怎么回事？说好给我弟弟买车的，钱呢？本就心力交瘁的张浩再也撑不住了。钱，天天就知道钱，餐馆都这样了，我爸还躺在医院呢，你就知道要钱，不知道替我分担一点吗？张浩，你别忘了，当初你追老娘的时候，发誓让我过好日子，我才跟你的。
现在没钱了，还指望我关心你？你脑子坏了吧？分手。林菲菲说完，转身离开。没了经济来源，花钱如流水的林菲菲也提出了分手。张浩更加崩溃，再次冲进我的餐馆。浩哥，咱们之间貌似没什么好说的吧？我很忙，慢走不送。我语气平静冰冷，张浩脸色铁青，似乎受了莫大的屈辱，最终还是咬牙道，试图摆出昔日老板的架子。我是来跟你聊正事的，陈阳，你不愿意回来也行，我入股你餐馆怎么样？20万，占股50%。没兴趣。陈阳，你别不知好歹，你盘下这餐厅，成本绝对不超过10万，我出20万，只占股1半，已经做出巨大让步了啊！你还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不想跟你这种不守规矩、没有底线的人扯上关系，就这么简单。孙宇、周明，请他出去。陈阳，这么多年，兄弟真要赶尽杀绝吗？我没有搭理。孙宇和周明则满脸不屑。杨哥只是开了个饭店而已，怎么就赶尽杀绝了？自己厨艺不行，做人不行，这么晦气，谁敢让你入股？想让杨哥带你赚钱还拉不下脸，都快破产了，也不知道你高贵什么。孙宇和周明转身回餐馆，张浩神情怨毒。陈阳，这么火爆的生意，原本应该是我的，你却想吃独食，我跟你没完！我本以为张浩只是说狠话，可没几天，我的餐厅就出事了。中午生意最火爆的时候，几个顾客冲进餐厅，一口咬定在我餐馆吃坏了肚子，要报警索赔。昨天就是吃了你们家的菜，食物中毒挂了1天的水，你们必须赔偿。我连忙出来解释，我们餐馆用的都是新鲜食材，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一定是误会，请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查明情况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少废话，肯定又是个黑心商贩，我要报警。没多久，执法队便赶了过来，有人举报你们餐馆存在食品安全问题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执法员前往厨房搜查之后，将我带到执法队。收到消息的爸妈和小婉急匆匆赶来。小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别担心，没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敲门。我食材都是最新鲜的，肯定是误会。我相信阿阳。没错，我儿子绝对不会干这种黑心勾当。家人的信任让我十分感动，可与此同时，张浩却在网上大肆控诉抹黑。你们可别被陈阳骗了，他从小就喜欢偷奸耍滑。1年前没有工作，是我收留了他，把他当亲兄弟照顾。可他倒好，转头就背着我单干，撬我员工，抢我生意，简直无耻至极。看着这一幕，爸妈和小婉气得咬牙切齿。这个混蛋，简直血口喷人！我们也没有落井下石吧？说不定就是他搞的鬼，有可能。爸妈说的没错，没多久，执法员就查明了真相。合作那么久，张浩对刘大壮的情况早已十分熟悉。昨天悄悄溜到菜场，趁刘大壮没注意，偷偷在他为我准备的食材上下了药。他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却不料菜场暗处装了监控。张浩被押来的时候，我正走出执法队大门，张浩看到我，痛哭求饶：“小杨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。陈阳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签个谅解书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行吗？我不想坐牢啊！”事后，警方也公开真相，还我清白。本就臭了的张浩，再次引来全网谩骂。他妈过来求我出具谅解书，想减轻张浩的处罚。小杨啊，小浩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高抬贵手，把谅解书签了吧。他爸还躺在医院呢，他不能坐牢。我看着他妈的哀求，眼底没有一丝同情。多年情分，他暗中给我的菜里下毒，要不是那地方有监控，坐牢的就是我了。他会对我高抬贵手吗？阿姨，
客人还等着上菜的，慢走不送。客人还等着上菜的，慢走不送。眼见求饶不成，他妈立马破防，开始冲着我大骂起来。陈阳，你真要赶尽杀绝吗？他爸现在还躺在医院呢，你非要逼死我们才罢休吗？你别走，今天必须签了谅解书，否则我就去告你。李娟上来要拽我衣服，我忍无可忍，恼火转头，大声怒喝：我要真想逼死他，我现在就该找律师追责，让他多判几年，然后像他一样上网曝光你们全家，让他爸连医院都住不安稳。要么你现在滚出去，要么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把他往死里逼。我温和惯了，李娟第一次见我面露狠厉，吓得后退2步，浑身哆嗦。算你狠！陈阳，你等着，我们家跟你没完！李娟色厉内荏的放了狠话，转身跌跌撞撞的离开。不过如今的她已经自顾不暇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报复，而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好。至于张浩，投的只是些致人腹泻之类的药物，并无害人性命的打算，只判了几个月。不过这些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我也并未过多关注。几个月后，我生意越发红火，手里也有了钱，不仅盘下了隔壁门面，将餐馆扩大，更是给苏婉提了车。虽然只是一辆10来万的普通代步车，但提车那天，苏婉还是满脸兴奋。我知道，她这段时间虽然一直没提，但心里对于提车还是期待了许久的。阿阳，谢谢你，以后我再也不用日晒雨淋了。都是我不好，不然去年年底就该给你提车了。这辆车你先用，等我有了钱，一定给你换辆好的。已经很好了，咱们都只是普通人，能有房有车，我已经很满足。你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看着苏婉满足的模样，我发誓，一定要给她更好的。没多久，张浩出来了，但他的餐馆是彻底凉了。那天他来贴转租通知，衣衫狼狈，毫无去年年底时的意气风发。听说他爸受他坐牢的打击，心脏病越发严重。为了给他爸治病，张浩卖房卖车，和他妈挤在了医院附近昏暗的出租屋里。医院又催后续治疗费了，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在找了，妈，你再想想办法，我一定尽快找到工作。张浩从小娇生惯养，根本没有过硬技能。去年合伙开饭店，所有事都是我在负责。他只管坐在收银台收钱打游戏，现在这种情况哪能找到体面的工作？于是他只能去送外卖，却经常晚点，天天被投诉，赚的还没罚得多。晚点那么多还撒了，你怎么送的？等着被投诉吧。送外卖不成，他只能又去找别的活。张浩心中一喜，送货员只要能开面包皮卡就行，我应该没有问题。刚要进门应聘，刘大壮从食材超市走出来。刘大壮，张浩，你出来了！双方都愣了下。刘大壮见张浩目光落在招聘通告上，顿时明白了什么。想应聘，就你这种投毒的社会败类，我的店可不敢用。赶紧滚吧！你的店？没错，这是我新开的食材超市。刘大壮面露自豪，他这些年勤勤恳恳攒了不少钱，上个月拿出来开了这么一家食材超市。张浩满脸难以置信，怎么也没想到，以前自己看不上的刘大壮，如今也有了这么大的超市。让你滚，没听见吗？刘大壮不耐烦地将张浩推开，张浩委屈愤怒，却无可奈何。妈，我已经在找了，你先想办法再撑一段时间啊！小浩啊，医院又催交钱了，你什么时候能把钱交上？我现在也在想办法，你别着急。这时，林菲菲恰好路过，依旧光鲜亮丽，时髦贵气，
与张浩的落魄潦倒形成鲜明对比。菲菲，张浩如同看到救命稻草，冲了过去。张浩的突然出现吓了林菲菲一跳，连忙后退。看到张浩，面露嫌弃。啊，张浩，你出来了。菲菲，我爸现在躺在医院，急需手续费，你行行好，把我当年给你花的钱还我行吗？林菲菲面露鄙夷。张浩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恋爱期间给我花的钱还想要回去？菲菲，我也是没办法了，求你看在多年情分上帮我一把。林菲菲本能甩起手中价格不菲的包，想要逼退张浩。张浩还想上前，一个魁梧大汉立马冲过来。干什么呢？看到那大汉，林菲菲立马冲过去。亲爱的，没什么，就是这个臭乞丐想要钱，我不给他就缠着我。吴彪怒视张浩：“臭乞丐，敢骚扰我女朋友，你想死吗？”看着人高马大的吴彪，张浩满脸畏惧，灰溜溜离开。林菲菲则抱着吴彪胳膊，满脸崇拜：“亲爱的，你太厉害了，人家好崇拜你啊！”应该的。看着这一幕，张浩心如刀割，怨恨无比。贱人，我以前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如此不念旧情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张浩从小性格冲动极端，哪能咽下这口气？那天我陪苏婉逛商场，恰好看到张浩堵住即将开着豪车离开的林菲菲。贱人，当初要不是天天跟我要钱买这买那，我怎么可能只分陈阳10万？又怎么可能沦落到今天？现在你拍拍屁股，就想换个有钱男人继续过好日子，哪那么容易？林菲菲面露惊慌，连连后退。张浩，你想干什么？法治社会，你可别乱来，否则我一定再把你送进去。少废话！老子已经进去1次了，不在乎第2次。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还我20万，要么我缠你一辈子。你敢？我新男朋友道上可是有人的，信不信我告诉他，要你好看？面对林菲菲的威胁，张浩满不在乎。你去告了，我顺道把你当年怎么伺候我的视频拿给他看看，我倒要看看他还会不会要你这种贱人。张浩癫狂嚣张，林菲菲终于慌了。张浩，你无耻！林菲菲愤怒的同时却无可奈何，咬牙道：“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给我点时间。1个星期，我要是看不到钱，我亲自去找你的新男友。”张浩满脸得意，转身却发现路过的我和苏婉，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，慌乱、尴尬，最终被怨恨取代。张浩动了动嘴唇，刚要说什么，我没给他机会，带着小婉走向车子，离开。上车后，苏婉面露担忧：“阿阳，张浩这家伙性格偏执，既然能找上林菲菲，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你，你可得小心。”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小婉的担心不无道理，我心头涌出对张浩的警惕。小浩，医院又催了，再不交钱就要终止你爸的治疗。妈，再等几天，再等几天就有钱了。我去找林菲菲了，她答应还我20万。林菲菲，她能这么好心？你坐牢时我找过她好几天，她不仅不讲半分情面，还诅咒你爸早点死。你可别再干什么犯法的事儿。放心吧，妈，我心里有数。张浩神情复杂，妈，我今天看到陈阳了，他们2口子穿戴比以前好多了。陈阳这半年估计没少赚。听到这话，李娟面露怨毒：“这小狼崽子抢的都是你的运气，他那些钱原本都该是我们家的，别让我逮着机会，否则我一定跟他没完。”妈，放心，我发誓一定让他连本带利还回来。然而之后好一段时间，张浩并没有出现，只是听说他爸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
一直在大把烧钱，却不见好。再后来，偶然听刘大壮提及，他又看到了张浩在一家装修公司当小工。不过这些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餐馆口碑越积越好，生意也越做越大。短短2年，已经开了3家分店，更是盘下了市中心一处500平的店面，准备开一家高档中餐厅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这家老板可是咱们公司的老客户，这次更是订了咱公司最高规格的装修套餐。谁敢拖后腿影响进度，我跟他没完！陈总，您来了。我不经意抬头，看到角落的张浩，张浩也看到了我。我有些意外，却并没有表露。张浩则立马转过头去，避开我的目光，隐藏尴尬。我并没有将这小插曲放在心上。张浩在我心中已经跟陌生人无异，掀不起丝毫波澜。只要他别招惹我，我都懒得多看他一眼。真好啊！我们商讨完，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停在餐厅门口，车窗降下，露出苏婉的面庞。上个月刚给他提的新车，半年前我们更是换了个大房子。如今我已经实现了当初的誓言，让苏婉过上了好日子。苏婉也瞥见了张浩，却并没有露出什么异色，冲着我笑着叫道：“阿阳，忙完了吗？”差不多了。我又跟工头交代了几句，便要离开。工头满脸堆笑着送我上车，看着红色法拉利离开的背影，满脸羡慕。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。只有张浩神情复杂，车内没有外人。苏婉眼底流露出些许担忧。刚才那是张浩。我知道他的担忧，连忙安慰道：“这2年的现实对他的敲打，足以将他的棱角磨得差不多了，应该不会乱来。就算他真有什么念头，咱们早已今非昔比，也不用怕他。”也是，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我猜的没错，张浩这2年确实已经被磨光了棱角，可就在当天，因为一次意外，再次激发了他心中对于我的恨。张浩干活时走神，出错好几次，弄废了好几块昂贵材料。工头一怒之下将其开除。张浩，你知不知道这些材料有多贵？一连弄废好几块，你是猪吗？老子不养废物，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张浩脸色苍白，哀求：“杨哥，你不能这样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爸还等着交手术费呢，我要是没了工作，他的手术费该怎么办？关我什么事？滚蛋！我要是没了工作，他的手术费该怎么办？关我什么事？滚蛋！否则我让你把这几块材料一起赔了！”工头撞错了胳膊，一把提起张浩扔出门去。张浩转头就把这一切怪到了我的头上。陈阳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！这2年我已经不跟你计较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把我往死里逼？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陈阳，我已经一忍再忍，你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，搅黄我的工作？你知不知道，那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？莫名其妙，我直接挂掉电话，继续忙自己的事。如今我生意越做越大，根本没有时间陪他浪费。张浩不甘心，还想纠缠。电话响起，他妈急切的声音传来：“小浩，你在哪儿？你爸病情突然加重，医生说要尽快手术，你赶紧过来！”什么？张浩急匆匆赶往医院，满脸不甘。抢救室外，张浩急匆匆赶到，李娟满脸焦急：“小浩，你手里还有钱吗？医生说了，这次手术费得要20万。20万？我这2年赚的钱全都给爸治病了，哪还有钱？你赶紧想想办法吧！”办法！张浩满脸焦急。陈阳，对了，我爸这样都是他害的，他必须负责。他现在那么有钱，拿20万肯定轻而易举。我现在就让他拿钱。张浩掏出电话给我打来：“陈阳，我爸现在急需20万手术费，他变成这样全是你害的，你必须把这钱掏了。”陈阳，我爸现在急需20万手术费，他变成现在这样，全都被你害的，你必须把这钱掏了。我再次挂掉电话。陈阳，你把我爸害成这样，真要见死不救吗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当年要是信守承诺3期分账，
还会有后来的事吗？你，所以，谁才是罪魁祸首？陈阳，我不想跟你废话，我爸快不行了，你……我再次按掉电话，并拉黑张浩。对于这种死不悔改的人，我一个字都不想多说。他若是认错道歉，诚心诚意跟我开口，我或许会借他20万。可是不是我心狠，而是这锅我不能背。我要是掏了钱，张浩不仅不会感恩，还会认为是我心虚了，更会认为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以后遇到任何事都会甩在我身上，这将是无底洞。小浩，陈阳那小子怎么说？他竟然拉黑我！这个挨千刀的没良心的东西，你爸可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他怎么能这样？妈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张浩急匆匆离开，冲向陈阳家常菜。张浩冲进陈阳家常菜的时候，我不在，孙宇和周明将他拦住。二人作为最早跟随我的心腹，全都晋升了我第一家店的副店长。陈阳呢？让他出来！我爸被他害成了这样，他凭什么不掏钱？闭嘴！你当年但凡有点良心，老老实实给杨哥分钱，会有现在这种情况吗？你爸能有今天，全是你害的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你闭嘴！你胡说！分明是陈阳害的我爸！你张浩这种人，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。可孙宇跟周明也不惯着他，孙宇直接给了一巴掌。在血口喷人，污蔑杨哥，我跟你没完！赶紧滚！二人将张浩拽出门，张浩愤怒无比。我爸都快不行了，你们怎么这样？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？你还有脸说同情心？我妈当年车祸要手术，我低三下四跟你借钱的时候，你有同情心吗？当年孙宇他妈出了车祸，急需2万手术费，孙宇都快给张浩跪下了，张浩眼都没眨，还顺手花3万给林菲菲买个包，还是我给他拿了1万应急。喂，张浩还想说什么，可电话再次打来，他爸没撑住走了。张浩他爸的葬礼自然没有邀请我，我也没去，一直在忙着新店的装修，关系到这份上早就断了。苏婉有些担心张浩会报复我，对此我一直有所警惕，只是没想到张浩竟然比我想的还没底线，竟然绕过了我，冲着苏婉去了。那天正是新餐厅开业的日子，爸妈和不少宾客都来捧场，十分热闹。小杨啊，小婉怎么还没到？你赶紧打电话问问。好，我掏出手机，刚要打电话，苏婉电话打了过来，我嘴角不禁上扬，接通电话，传来的却是张浩怨毒的声音。陈阳，苏婉在我手里，不想他出事就给我滚出来！我顿时如坠冰窟。我没敢告诉爸妈，只说苏婉路上车坏了，让我去接她一下，同时让孙宇和周明帮我招待一下宾客，便急匆匆离开。小婉，我急匆匆赶到张浩说的废弃厂房，苏婉正被绑在椅子上，看到我，张浩手里拿着刀，满脸怨毒。哎呀，陈阳，你终于来了！张浩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心急如焚，愤怒地吼道：“放了小婉，否则我发誓，一定让你后悔终生！”闭嘴！陈阳，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，我爸也不会死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够了，张浩！你要是按规矩分钱，会有后来的事儿吗？你要是没有用劣质食材赚黑心钱，你爸能突发心脏病吗？你要是没有坐牢，你爸也不会因为你病情加重。你要是认错道歉，好好来借钱，你爸说不定不会死。你才是害死他的罪魁祸首，怪不得别人！你胡说！你张浩不服，想要狡辩，我直接打断：你从小就这样，犯了错不是甩锅就是躲到别人后面，永远不敢承认错误，永远就是个长不大的懦夫。永远不敢承认错误，
永远就是个长不大的懦夫。你给我闭嘴！闭嘴！再敢多说一句，我现在就杀了苏婉！我立马慌了神，只能依他。行，我不说了，你别乱来。我强压心中怒火，换了副语气。说吧，张浩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从小到大，你不过是跟在我后面的一条狗。凭什么现在你功成名就，豪车豪宅，而我却沦落到这般地步？张浩双眼通红，嫉妒到了极致。你要像狗一样跪在地上跟我道歉，跪下！张浩，你别冲动，我跪，我跪！张浩发疯似的在苏婉面前舞着刀，我只能顺着他缓缓跪下。哎呀，不要！闭嘴！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道歉？你害我坐牢，害死我爸，道歉哪够？我让你把所有的店铺、所有的钱都转给我！阿阳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疯子的！你给我闭嘴！张浩吼完苏婉，继续看向我。要不是你背着我单干，你现在的3家店，加上那新的中餐厅，包括你的豪宅豪车，都该是我的。这是你欠我的，是你！这是你欠我的，是你！就在张浩还沉浸在怨毒之中时，已经潜入张浩身后角落的执法员突然冲出，将张浩扑倒在地，手中刀掉落，其他几个执法员冲出，一同将张浩死死按住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则冲向苏婉，捡起刀割断绳索，一把将苏婉搂进怀里。苏婉这才敢扑出声来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……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在呢。被执法员按住，张浩却依旧挣扎。陈阳，你又害我，我跟你没完！我转身冲着他的脸上就是一巴掌，一把扯住他的衣领。你他妈给我闭嘴！你黑我分成我忍了，你想方设法搞垮我餐厅，我也没有计较。你给我菜里下毒，网上造谣泼我黑水，我也只是任由执法队公事公办，没有挟私报复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对小婉出手。这次我一定找最好的律师追责到底，让你按最严重的情节判。张浩脸色苍白，还有你妈，一次次纵容你害我。等你坐了牢，我有的是手段，让他一个孤寡老人永无宁日。张浩彻底慌了。陈阳，祸不及家人！我抬手又是一巴掌，双手提起他的衣领。绑走小婉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祸不及家人，污蔑我报复你是吧？接下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报复。我推开张浩，执法员将其拽走。陈阳，你要是敢乱来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已经跟你没完了。张浩被带走，虽然勒索未遂，但绑架成立，加上我找了最好的律师，直接被判了5年。张浩在里面服刑，而他妈在外面也没好到哪去。作为绑匪母亲，走到哪儿都会被指指点点。最终他妈找工作无门，积蓄花光，只能沦落街头乞讨为生。我承认这一切有我的暗中出手，毕竟张浩敢一次次伤害我，少不了他妈的怂恿。当然一切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。我如今事业有成，家庭和睦，可不能因为张浩那种烂人脏了自己的手。张浩在牢里得知他妈的遭遇，崩溃大哭，一次次托人传话跟我道歉，要我放过他妈。我直接无视。曾经我一次次宽恕了张浩一家的伤害，却害得苏婉遇险。如今我深刻明白了人性欺软怕硬的本质。有些人只有让他知道痛，知道疼，知道我不好惹，他以后想到我才会避之不及，才不敢乱来。当然针对张浩他妈不过是我生活中一点小小的插曲。我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进了事业和家庭。在张浩入狱的第2年，苏婉给我生了个儿子，我的人生更加美满。我的事业越做越红火，分店也越开越多。5年转眼过去了，我的餐馆已经成了全市有名的连锁店，而张浩也从牢里出来了。
我说过，我跟他没完，我要让他想到我就避之不及。因此，他出来后也是求职无门，只能跟他妈一样沿街要饭。这一天，我跟苏婉抱着3岁的儿子逛街，抬头瞥见一个狼狈的身影，衣衫破旧，满脸脏兮兮的，正是张浩。看到苏婉眼中的仇恨和警惕，张浩顿时吓得惊慌失措，跌跌撞撞离开。而我要的就是这效果。爸爸，刚才那是谁啊？不认识，不用理他。宝贝，爸爸今天带你去游乐园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儿子挥舞着小手，满脸兴奋。苏婉宠溺地在他小脸上亲了一下。我们一家3口的笑声在路上回荡。角落里，张浩看着这一幕，神情复杂。2个大汉走出，怒喝：“看什么看？还想对陈总家人图谋不轨？不敢！